果然出轨了。我怀孕了。来我家，今晚老婆不在。妈，快来，家里有天大的喜事。小三想挑衅，好，那我就搭好戏台子，让你和婆婆齐聚一堂，让她好好吃一吃你们这对狗男女的瓜。苏晴，你穿成这样，化这么浓妆，一定要出门？是当然。今晚有贵客要来，咱们家要热闹起来了。你是不是在想，我又在莫名耍小脾气？在你心里，我苏晴就是个温顺、乏味、需要你照顾、永远跟不上你脚步的家庭主妇，对吧？但你不知道，今晚你会见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我。人来了。谁呀？应该是妈，我叫她来的。你叫他来干嘛？我不是说过别找麻烦妈吗？有什么事儿不能明天再说？等不了，这件喜事必须今晚宣布。晴晴，恭喜恭喜！我就说我儿子厉害嘛，这不就怀上了？走，让妈好好看看你。走。哎呀，看妈给你买了呀最好的燕窝、海参，你呀好好补补身子，给我呀生个大胖孙子。来，走，快坐下。哎呀，真好。妈，您在说什么？谁怀上了？哎呀，还装呢！晴晴不是在群里都说了吗？有天大的喜事，那肯定就是怀孕了。除了这，还有什么事比这更大？妈，你先别急，喜事是真的，不过不是你想的那件。不是，那是什么？你说清楚。苏晴，你到底要干嘛？有事快说。妈，咱们家要双喜临门。双喜？哎呀，什么双喜呀？妈，这第一件喜事就是陈家要添新丁。哎呀，我就说嘛。这第二件呢，就是我跟陈默要离婚。这第二件呢，就是我跟陈默要离婚。离婚？苏晴，你疯了吗？你好端端的离什么婚呀？我们家陈默哪里对不起你了？你说离就离，要让街坊邻居都看我们笑话吗？他哪里对不起我？这就好好问问你。儿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妈，我不知道啊，我什么都没做，从没变过心。是吗？那你手机里那位李秘书听讲了，该多伤心啊！你想干嘛？我想干嘛？我想让妈看看他是怎么让咱们陈家双喜临门的。林婉，这是谁？他是陈默的秘书，就是给你们陈家添新丁的小三盛。陈默，我就是这样教你的吗？这种见不得光的事，居然闹到我这儿，还怀了孩子！你这是让我们整个陈家被人脱脊梁骨吗？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。妈，我没有。晴晴为了跟你生孩子，喝了多少苦药，受了多少罪，你心里不知道吗？现在居然直接把外面的女人肚子都搞大了。我没有，是他胡说。他为了跟我离婚，对这种下三滥的手污蔑我。这聊天记录是不知道从哪儿 P 来的截图。苏晴，又想回我名是不是？我看你是在外面有了野男人，想封走所有家产。苏晴，你好歹毒的心啊！苏晴，你不会真的像陈默说的那样，是你想嫁祸吧？我儿子平时对你怎么样，我可都看在眼里。倒是你 P 的截图，陈默，你是忘了吗？你的手机上可是录的我的指纹，聊天记录清清楚楚。妈，你要是不信的话，可以给林婉打电话，问问她是怎么怀上陈家的骨肉的。行，那就打一个。我也想知道，到底是你们两个谁在说谎。哎，妈，别了！难道你真是？啊，你说这大半夜的给一个单身姑娘打电话，对人家影响不好，
人家以后怎么见人？再说以后再造谣生事，这话倒也在理。沉默呀，沉默，演的可真像。要不是我知道真相，恐怕也被你骗过去。既然不打电话，就把人叫过来看看。啊，人估计还有1分钟就要到。你说谁要到了？你那位怀孕的秘书还有1分钟就会站在门口。哟，人到了。看，惊喜，这不就上门了吗？苏姐，我走错了。哎，林秘书，我们都来了，别着急走。陈默，跟妈解释一下。不要脸的狐狸精，就是你勾引我儿子的，还敢找上门来？不是这样的，阿姨，我是陈默叫我来的。他说苏姐今晚不在家，还敢狡辩！我妈，林秘书，别哭啊！你刚刚不是说有喜事要宣布，大家都到齐了，可以说了。林婉，我妈解释清楚，这些消息都是开玩笑的，对不对？他这么拼命否认，难道陈家不允许这事闹大？可如果错过今晚，我和孩子就再没机会了。陈默妈妈那么想要孙子，说不定会心软。阿姨，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苏姐，但我和陈默是真心相爱的。我怀孕了，孩子是陈默的。你这个小贱人，你还真敢承认！哼！苏晴，你非得把家里搅得天翻地覆，你就满意了？我满意了吗？是你出轨，是你让别人怀孕，现在反而质问我。你胡说，都是他先勾引我。苏晴，你要相信我，我爱的人一直都是你。现在说这些还有用？而且你觉得我还会相信你吗？她肚子里怀的谁的孩子还不一定。陈默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我只有你一个人，而且你说你最爱的人是我，你说你会离婚娶我的。我什么时候说过这种？少去吧。怎么能这样？怀着孩子满心欢喜的来找你，说等我有了孩子就带我见家长，跟我结婚的。什么我的孩子？你怀的不知道哪个野男人的种，你少去了。妈，我真的没有出轨，他们根本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。妈，你要相信。闹够了吗？陈默，你说我没有证据，说没有让别人怀孕，说她怀的不是你的孩子，那你敢不敢当着妈的面发毒誓，把刚刚的话再重复一遍？那你敢不敢当着妈的面发毒誓，把刚刚的话再重复一遍？我发誓，和林婉真的只是同事关系，公司里任何人都能做证，是他一直纠缠，是被设计的。是啊，晴晴，陈默平时对你那么好，怎么可能做这种事呢？不可能。这个是你们上个月在海岛度假的机票和酒店，5天4夜大床房。这个是你们在星光天地买的洛维亚项链，13万用的是我家的副卡。哦，还有这个，3个月前你用公司的账户给林婉的个人账户转了50万，你当时跟我说是给重要的客户汇款。陈默，你这个顾客可真重要啊！调查？不，我只是在清算，这些年我在你身上到底损失了多少？现在人证物证俱在，陈默，你还要演到什么时候？你明明就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家庭主妇，你怎么设计谋划这一切的？这才刚刚开始，你的龌龊事，我会一件一件清算干净。素琴，原来你早就知道，却一直憋着不说，就是等着今天当众撕破脸，要让我儿子身败名裂，是不是？妈，
你的意思是我应该假装不知道，然后开开心心的帮他养孩子和私生子吗？我不是那意思，你们夫妻俩之间有什么事儿，关起门来好好解决，非要闹到人尽皆知。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哪有一点做妻子的样子？咄咄逼人，像个泼妇。泼妇？如果拿回自己的东西就叫做泼妇的话，那这个泼妇我当定了。晴晴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陈默他是错了，可他还年轻，谁没犯过错呢？你就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吗？机会？当初他拿着我娘家的启动资金开了公司，赚了点钱之后，便嫌弃我这个糟糠之妻上不得台面，用着我们夫妻的共同财产在外面养了小三。现在这个女人怀着他的仇找上门来，你让我给她机会？的确是陈默不对，所以妈今天站到你这边。如果证据没有在你面前，你会站我这边吗？5年了，我辞去工作，在家操持家务，为了给他怀孩子，我喝了无数中药，扎了无数的针，把自己弄得人不人鬼不鬼。机会，我给过他机会，可他珍惜了吗？现在你们任何人都没有资格让我原谅他。陈默，你这些年做的所有脏事都在我手里，这些年受的所有委屈，我会连本带利的讨回来。今天这个婚，我非离不可。陈默，这个婚我离定。我们来谈谈离婚的条件。条件？苏晴，你跟我儿子谈条件？这么多年都是我儿子辛苦在外面工作，你连个孩子都生不出来，凭什么谈条件？我告诉你，要是非走到这一步，你也得净身出户。出轨的是你儿子，罪责却全推给我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我不会对你们心软了。你们家一个也别想跑。林秘书，你现在可是陈家的大功臣呢，肚子里怀着陈家的种，可别在门口吹风吹坏了，我婆婆得心疼死了。你没听她说吗？她一直怪我生不出孩子呢。晴晴，我不是那意思。看来他们真的很在意这个孩子，等陈默离婚了，一定会娶我的。这孩子就是我的底牌。先去那个家待着，我一会再来找。晴晴，我不是那意思。但愿到时候他还有心养你。好了，现在人等处理，接下来该谈正事。首先说明，让我净身出户不可能。接下来我们该谈财产分割的事情。哼，既然你诚心要让我们家丢人，那我也不客气了。这些年都是我儿子在赚钱养家，财产分割，我儿子必须拿大头。都是你儿子在挣钱。好啊，那我们就一笔一笔算算，到底是谁的钱。你们现在住的别墅是我爸全款买的，属于我的婚前财产，所以这套房子是我的。你现在看的那辆宝马X5，是我爸在我30岁生日的时候给我买的，也是我名下的，所以车子也是我的。这些年你陆陆续续向我转过一些钱，我都存在卡里。这些年我也一直在做理财，一共存了327万，这些钱有明确的银行流水，所以这笔钱也是我的。儿子，你不是说这都是你公司赚的吗？陈默，好好跟你妈解释一下呀，这些年到底是谁在赚钱养家，而你名下又剩下些什么？不可能，我儿子这么大个公司，怎么可能没钱呢？是不是你把财产都转走了？对，就是他，肯定是他偷偷动你公司的账，转走了家里的钱。妈，我是怕您担心，所以才一直瞒着。哼，好啊，苏晴，你居然敢偷偷转走财产，这是犯法的，你知道吗？妈，你这么着急往我身上泼脏水，是不是怕我拿出什么证据心虚了呀？陈默的公司表面看起来确实是个大公司，
可从上个月开始就已经资不抵债，现在只是个空壳公司。你胡说！股价一直在涨，形势一片大好。你一个整天围着灶台转的家庭主妇，你等什么？连 K 线图都看不懂，少在这妖言惑众。形势好，好到你挪用公司50万的公款去养情人，好到你把公司唯一一点流动资金转出来去澳城赌博，结果输得血本无归，好到你用我爸当担保人，去银行贷了500万的账，结果现在连利息都还不上。什么？晴晴，你说的都是真的？他拿你爸做担保啊？不可能！我儿子怎么可能会？妈，白纸黑字写的明明白白，你还有什么不清楚的？我爸的公司刚刚收到了催债通知，如果不是我爸告诉我，我还被蒙在鼓里，我还真以为我嫁了一个完美的好丈夫。所以他早就知道了，还收集好了证据。这个眼里只有柴米油盐的黄脸婆，从什么时候开始布局的？这场戏终于到最高潮的部分。老苏的账，真的是老苏的账！你个畜生，那是你岳父，是你媳妇儿的亲爹，你居然敢拿他做担保，500万！你要是还不上，你是要逼死他们全家吗？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！掐了！我一心想嫁的成功人士，竟然是个欠了一屁股债的空壳子。妈，所以你现在明白，我离婚并不是为了报复，而是为了自保了吧？这500万的账作为夫妻共同财产，是要共同承担的。如果我们还不上这个账，这个家将会被银行收押抵债，到时候我们所有人都要流落街头。快签吧！不行，不能签。有你什么事？你不要去。我的协议很简单：第一，离婚；第二，我的个人财产归我；第三，陈默的债务由他个人承担，包括那500万的贷款。作为交换，我不追究他的婚内出轨，也不追讨共同财产的转移。陈默，这对你来说是最好的结果。苏晴，你好狠的心啊！你一点活路都不给我留。我不给你留活，那500万的债务是你自己欠的，我凭什么要还？陈默，做人不要太贪心。我贪心？苏晴，你别忘了，我开公司，你爸也投了钱，现在公司债务出问题，凭什么让我一个人扛？啊，对，亲家公也是股东，凭什么让我儿子一个人还债？你们一家的嘴脸可真是够难看的。陈默，你忘了吗？3年前你跟我说公司资金困难，想让我把股权给你，我爸信你也心疼你，就把公司10%的原始股以1亿元的价格全部转给了你。好干，谢谢爸，我一定把公司做大做强。现在公司的收益我家没有占1分钱，债务也不应该由我家来还。想拖我下水，陈默，你也太小看我了。我既然决定撕破脸，又怎么会留下把柄？陈默，所以打算……苏晴，我就知道你不会轻易签字，狗急了还会跳墙。不过你早有准备。都别动！你不是能耐，你们是什么都算计好了吗？你有没有算计到这个？陈默，你疯了吗？我没疯，都是你们逼我的，是你们把我逼上绝路的。把证据给我烧了，还有那离婚协议什么狗屁证据，统统给我销毁，不然的话，一尸两命。儿啊，你快放手，那是你的孩子，你这样做会坐牢的。闭嘴！要不是你没有治不了苏晴，你能长这样吗？我们快滚出去！苏晴，救我！我求你把那些东西销毁了吧，我做就做，报答你。还不快烧！
火烧想用人命威胁我，你以为这是你最后一张牌？切不知，这是送你上路的东风啊！苏晴，你聋了吧？把那200多万转给我，快！这是陈默，看看你背后是谁？苏晴，你聋了吧？把那200多万转给我，快！这是怎么会？是不是好奇警察什么时候来？我给你妈发完喜讯，我就打了第2个电话。悠悠，好吧，苏晴，原来从立马那条消息开始，都是你布了天罗地网，每一步我都找你算计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对我这么狠？我们好歹夫妻一场啊！我对你狠，我有想过你会狗急跳墙，但我没想到你会拿自己的亲生骨肉作为算计。陈默，你还真是每一次都给我惊喜啊！苏晴，你别得意太太，咱们走着瞧。走，儿子，苏晴，你别得意太太，走着瞧。你怎么能做这种事啊？哎呀，苏晴，你怎么这么狠？狠到把你朝夕相处5年的丈夫送去坐牢？我心狠，他赌光家产，拿我爸当担保做抵押赔了500万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他行？哎呦，我造的什么孽呀！我怎么有个这样的儿子？哎呦！接下来我们来谈谈陈默这500万的债，还有这个私生子该怎么处理。妈，陈默是进去了，可事情还没完。这500万的债如果不还的话，银行的耐心是有限的。催款通知说这是第一步，但如果到期还不上，他们会起诉贷款担保人，也就是我爸。我爸虽然有点家底，但公司大部分资金都压在项目上，如果强行抽出来的话，恐怕整个公司都会搞垮。到时候完蛋的不只是我们家，还有你们陈家。你还能怎么样？陈默现在都已经被你送进去了，你的心就这么狠吗？妈，你还没搞清楚状况，现在不是我想怎样，是银行想怎样，法律想怎样。唯一的办法就是变卖陈默的所有财产，拿去还债，能还多少是多少。他现在还有什么？公司啊，虽然是个空壳公司，不过算上办公区还有那些东西，至少能还一部分的债。啊，还有你那套老房子，我记得当时陈默也出了1万的钱，正好可以拿去抵债。不行，那套房子是我的养老房，你卖了让我睡大街吗？不是我规定，是法律规定。啊，你可以凑钱把那一部分买回来，或者等你赚到钱再去把它赎回来。哼，我现在哪有什么钱？我的钱都给陈默开公司了，我现在1分钱都没有。哎呀，那我就没有办法。完了，一辈子的家底全完了。现在知道了吧？陈默捅的窟窿到底有多大？我要让你亲身体验一下被最疼爱的儿子拖下水是什么滋味。陈默完了，我和孩子怎么办？对，还有陈默的母亲，她那么在乎孙子，一定会管我的。那我怎么办？阿姨，我肚子里还怀着陈默的孩子呢。林婉，你不会真以为电视剧里的带球认祖归宗的戏码会上演吧？现实可比电视剧残酷多。你这真是陈默的孩子？当然，阿姨，这是您的亲孙子。亲孙子？哼，你不知道在外面跟哪个男人鬼混，回来总现在想赖到我们陈默头上。阿姨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怎么不能？你一个小姑娘不学好，专门爬男人的床，现在我儿子出事了，你就想拿个杂种来讹钱？我告诉你，门都没有！你谁说我没有证据？陈默给了我50万，
那就是证据。哈，50万那是他挪用公款，警察迟早会追回来的，搞不好呀，你还要陪着他一起坐牢。这就是人性。当利益一致时，他们可以是你侬我侬的准波形；当大难临头时，他们就恨不得将对方生吞活剥的仇人。你最后一道心理防线被所谓的婆婆亲手击溃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他说他会娶我的。林婉，你所有的野心和算计，今晚都成了笑话。你以为靠怀孕就能成为赢家，却不知你从头到尾都只是一颗棋子，先是沉默逼宫的棋子，再是我复仇的棋子，现在你成了弃子。还有你，苏秦，你以为你赢了吗？你把我们陈家害得这么惨，你会遭报应的。是我害的，如果不是，你现在早就无家可归了。是我保住了你最后一点体面。体面？我家儿子现在进去了，我家都没了，你跟我谈体面？那是沉默自作自受。还有，请你以后别再叫我亲亲，也别让我叫你妈。从我们签字那一刻起，我跟你们陈家就毫无关系。你就不能看在你们夫妻多年的情分上，手下留情吗？我已经高抬贵手了，陈默婚内出轨、转移财产，甚至还绑架勒索，我只追究了他的最后一项，这不是高抬贵手。至于钱的问题，没得商量，那是我爸的救命钱，一分都不是。这场戏该落幕了。我的话都说完了，这套房子我会尽快挂牌出售，不过在房子到期之前，你们还可以住在这，也算我给你们最后的体你去哪儿？回家。回家？回哪个家？回我爸妈家。苏姐，求你帮忙我吧，帮忙我吧！凭什么？我才24岁，要是一个人带孩子，这辈子都毁了。苏姐，你给我一笔钱，让我把孩子打掉吧。你最善良了，我给你磕头。哎，起来！真是讽刺啊！几小时前你还想用这个孩子毁掉我的人生，现在却求着我帮你毁掉他。跟这种人纠缠，只会脏了自己的路。谢谢苏姐。拿着钱自己去医院把孩子剁掉。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，就当是给这一切做个了断。从今往后，我与你们再无瓜葛。晴晴，怎么样了？啊，放心吧，都解决了。压在心上5年的事，终于被彻底搬开了。至此，天光大亮。你看这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哎呀，再等等吧，应该快回来了。不成奇了吗？晴晴，你可算回来了，吓死妈妈了！要不是你发信息让我们等，我和你爸爸早都冲到陈家去了。我没事，没事就好。来，我们坐下说。回来就好。晴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陈默那个混蛋没有把你怎么样吧？我没事，你们放心吧，我慢慢跟你们讲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我跟他结婚5年，却发现离了也好。我可怜的女儿啊，让你受苦了，都怪我们当时瞎了眼，怎么就让你嫁了这么个白眼狼啊？不怪你们，怪我自己深入情。都过去了，人没事就好。钱没了可以再赚，这家散了就什么都没了。那500万你不用担心，爸还没到山穷水尽那一步，就是砸锅卖铁也不会让你背上债。爸，
钱的问题已经解决了。解决了？我跟陈默的离婚协议上写得很清楚，他个人的债务由他个人承担，作为交换，我可以不追究他的法律责任。他会签？那种人哪会那么轻易放过？他会想尽办法脱罪。他会的，他必须签。要么离婚背上债务，至少可以判得轻一点；要么死不认账，那我就一条一条的告，告他婚内出轨、转移资产、金融诈骗，告他绑架未遂，到时候让他牢底坐穿，一辈子也出不来。他是个聪明人，知道怎么选。静静，我的女儿，这5年你一个人是怎么熬过来的呀？从前在家的时候，从来不懂这些弯弯绕绕的呀。爸妈，对不起，这5年我经历了很多，我一直瞒着你们，就是怕你们担心我。我一直在寻找一个机会，一个能彻底扳倒沉默的机会。2年前，沉默就不对劲了，他开始频繁的早出晚归，说是应酬。他开始给我买昂贵的礼物，说是补偿。手机密码换了，虽然告诉我是新的，但都加了很多密。我起过疑心，也偷偷查过，发现他跟林婉聊天暧昧，电影票根，还有那50万的转账。我想过摊牌，想过离婚，但不能。那时我们的财产和公司都是由他控制，房子车子虽然在我名下，但是还有很多还款记录却走了他的账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发现他正在悄悄转移资产，掏空公司。我知道他在为自己铺后路，如果那时闹，他只会更快的卷走一切，给我留一个烂摊子。我借口换了个吉利点的车牌号，让他把车子过户到我名下，利用投资回报高，让他把资产都转给我。他觉得钱放在我这里更安全，同时还能麻痹我。他以为他在第5层，其实我已经在大气层。他以为他在第5层，其实我已经在大气层等他了。爸妈，你们大概从来没想过，从小乖巧甚至软弱的女儿，心里能藏着这么深的算计，这么狠的手段。但如果善良换不来尊重，我宁愿做个浑身带刺的恶人。沉默，你最好识相点，乖乖签字背债，否则我不介意为你布一次天鹅地网。苏姐，欢迎回来。晴晴起来了，早饭马上就好。这是爸给你找的律师，姓王，专打离婚和经济纠纷的案子，在业内很有名，几乎没输过。情况我都已经跟他说了，他会全力跟进你和陈默的案子。好，谢谢爸。跟爸还客气什么？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，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好好休息，把身体养回来。放心，那500万的债，陈默赖不掉。就是天塌下来有你爸撑着，我就不相信陈默他还能耍出什么花样，一定让他赔的底裤都不剩。喂，苏小姐，陈默的案子有进展了，下午方便来律所面谈吗？好。苏小姐，这些证据充分，逻辑条理清晰，可以说这场离婚官司我们有100%的胜率。也是他漏洞百出，让我抓到把柄了。陈默因为绑架勒索未遂被刑事拘捕，这在民事诉讼上对我们极其有利，法官基本上会偏向于你这一方。但是现在有一个关键的问题，就是那500万贷款。据我所知，陈默和他的辩护律师已经在寻找突破。如果离婚协议有效的话，那笔贷款应该是由陈默个人承担，而且那笔贷款是在我爸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担保的，法院应该更偏向于我们这边。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，
但是这笔贷款是在你们婚姻存续期间产生的，沉默很有可能会辩称这笔贷款是用于公司经营，而公司收益又是属于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，因此这一份债务属于你们夫妻的共同债务，要求你共同承担。是一点，我确实没想到这一点，我确实没考虑到。不必担心，我们有足够的证据反驳。第一，我们有沉默挪用公款赌博的证据，这可以证明他的借贷动机不纯，并非完全用于公司经营。第二，我们有他婚内出轨给第三者大额消费的证据，这可以证明他在婚姻内有重大错误。而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这份协议。这份协议可以证明这家公司100%属于沉默个人，与你和你的父亲毫无关系。所以，我们是有成熟的应对方案的。是的，综上所述，法官基本上会判决这笔债务属于沉默的个人债务，您无需承担任何债务责任。那我现在需要做什么呢？什么都不用做，交给我就好。你只需要保持电话畅通，随时等候我的通知。但是有一件事情比较麻烦，沉默的母亲有可能会来找你。我的建议是在这起案件结束之前，尽量少与他接触。如果他非要骚扰你的话，立刻报警。明白。分领要买房还是卖房？卖房，卖房。博悦府101那头。这可是黄金地段，现在出手价格合适啊！我不急，价格合适就行。但我只有一个要求，那就是交易由你们全权负责。如果有个叫刘梅的人来打听，一个字也不要动。姐，您放心，这行规矩我们懂。我去准备了。喂，苏姐，是我林婉，求你见我一面，就一面。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跟你说，是关于沉默公司的。沉默公司就是个空壳子，我已经查清楚了。现在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说。不，你不知道，他骗了你，也骗了我。他外面不止我一个，不止你一个。无论他是一个还是100个，都与我无关了。我现在要离婚。有关，真的有关。沉默公司不简单，我发现了大秘密，或许和你的500万的官司有关系。苏姐，求你见我一面，就一面。你听我说完，如果觉得没用的话，再走也不迟啊。我就在中心医院对面的咖啡厅等你，你不来，我不走。林婉虽然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但她是沉默的贴身秘书，或许真知道些什么。那家已经被掏空的公司，难道还藏着猫腻？我必须去一趟。苏姐，说。苏姐，对不起。如果只是道歉，我没有时间。不是，沉默，他还有别的账户，那500万不是赌博，是洗钱，他把钱都转到海外去了。说什么？是真的，这里面是他海外账户的所有流水和另一个女人的聊天记录。那个女人是他在澳洲的一个赌场认识的，他以投资为名，利用他洗钱，再把公司的所有移动资产全都转移到了自己的名下。跟我说等他掏空公司，再宣布破产，跟你离婚，就带我去国外。他根本没想过还那500万贷款，从一开始只想让你和你爸背洗钱的黑锅。我原本以为他只是贪财好色，没想到他竟如此恶毒。所以就算你打赢了官司，拿到判决书又怎么样？他早就已经金蝉脱壳了。银行只会找担保人，也就是你父亲。他不是在转移资产，他是在布一个足以把你和你整个家庭拖入地狱的局。所以你是怎么拿到的？我是他秘书，
很多事情他都是防着我。这个文件是我偷偷拷下来的。为什么告诉我？因为我怕他甩了我，想留点把柄给自己留条后路。没想到这么快就又闪了，真可笑。是啊，很可笑，也很可悲。没想到你处心积虑用来算计别人，却成了你最后的救命稻草。所以，为什么告诉我？因为我恨他，他毁了我的一切，我要千倍百倍的报复回去。他让我身败名裂，工作、孩子，也得今天早上我自己去医院，孩子打掉，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我就明白，不能就这么放过他。他把我像垃圾一样丢掉，我要让他尝尝从天堂掉地狱是什么滋味。苏姐，我知道，只有你才能让他付出一切代价。眼前这个女人可恨、可怜又可悲，但她给的却是唯一能将陈默绳之以法的证据。你打算接下来怎么办？我不知道，工作没了，钱也没了，陈默给我的50万被警察冻结了，我现在身上只剩你昨天给我的1000块钱了，我也不能回家，我爸妈要是知道我做这些事情，会打死我。这就是当情人的下场。男人风光时，你是他光鲜亮丽的附属品；男人倒台时，就是第一个被清算的代价。你知道这么多，陈默不会放过你。他在外面还有别的关系，你一个人很危险。那我该怎么办？他是定时炸弹，却也是能扳倒陈默的最关键证人。U 盘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如果他能出庭指证陈默洗钱、恶意讨债，那就不只是绑架未遂，而是金融犯罪，数额巨大，足够他把牢底坐穿。我需要他。我给你2个选择：第一，拿着剩下的钱离开这座城市，但陈默能不能找到你，我不能保证。不行。第二，跟我合作。合作？你作为本案的关键证人，出庭指证陈，我的律师会给你提供证人保护，并且在本案结束之前，我会给你提供足够的生活资金。当然，在案子结束后，我也会给你一笔钱，不多，但会够你在另一个城市开启新的生活。为什么帮我？我没有在帮你，只是在各取所需吧。因为只有你亲自出庭指证陈默，我才能彻底扳倒他，让他付出代价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但我有一个条件。说。我要亲眼看着陈默一无所有，身败名裂，要让他知道，永远不是他能随便玩弄、随手就丢的。成交。命运真是讽刺，曾经的情敌竟会为了同一个男人站到同一条线上，而我们共同的目标是让曾经伤害我们的男人彻底付出代价。苏小姐，这些证据相当关键，我真是对你刮目相看了。你看，这是非常清晰的一条洗钱链条，里面全部都是核心转账记录。只要我们能把所有的资金流动理清，陈默就绝无翻盘。这次那算踢到铁板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王律师带着团队对着 U 盘里的每一份文件都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和分析。经过努力，我们终于理清了资金流向，发现了隐藏在这条洗钱链背后的真正真相。我们发现陈默从1年前就开始有计划的通过奥城一个叫宋茜的女人进行地下洗钱。庄家公吃，今天运气不错呀！
美女，认识一下。他利用自己公司的名义和一些皮包公司签的虚假合同，把公司资金以项目款的名义转出去，经过几次倒手，最后汇入那个女人的账户，再用那个女人通过赌场筹码把黑钱洗白，存入沉没在瑞士的秘密账户。合作愉快。1年的时间，他转出去的资金高达1000多万。1000多万，他手里攥着这么多钱，却能狠心连自己的亲生孩子都不管。这是典型的金融诈骗加洗钱罪，恶意逃债且数目巨大。孙小姐，您丈夫现在已经不是简单的离婚纠纷了，这是重大的刑事案件。事到如今，我看到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，心里反而没有了波澜，所有的震惊和愤怒都化成了一种平静，以及要彻底报复沉默，拿回一切的决心。王律师，最多他能判多少年？王律师，最多他能判多少年？诈骗罪、洗钱罪，再加上之前的绑架勒索罪，如果这些罪名全部坐实的话，数罪并罚，最少15年。15年，一个男人最黄金的15年，都要在铁窗里度过。等他出来，已经是年过半百、一无所有的老头了。以沉默这样自负的性格，这种结局比杀了他还难受。王律师，这就够了。苏小姐，现在我们人证物证俱齐，是时候去警局将这些证据正式移交警方了。好。妈，你还有脸打过来？你看看你，把我们家祸害成什么样！我攒了一辈子的房子，现在居然被银行给封了。哎，你说你明知道苏晴这女人呀心意，你非往枪口上撞，这下好了，她自己也作进去了。哎，这还要说呀，这事儿呀，还是你办的不合适，是你对不起人家。妈，你真以为我苦心经营这么久，让苏晴那点小聪明给我算计了？什么意思啊？之前那些都是我演戏给他看，苏晴那点小聪明，终究是女人的小把戏翻本。妈，真正的底牌一直在我手里。天助我有！妈，我已经把钱全部转到国外账了。什么？一点都不念夫妻情分，狠心把我儿子送进监狱。哼！我现在巴不得他们全家都遭报应。儿子，那我现在住哪儿呀？这老宅被封了，苏晴那房子来了几个人，也把我给撵出来了。我现在呀，彻底没地方去了。妈，你别急，我已经让宋钱来离世。到时候他先安排你住的地方，我这边只是拘留。等我离婚官司开庭，我和苏晴把那500万的债务一平摊。妈，咱们一家人去瑞士享清福。好。苏家就等着被那500万的债务拖垮。到时候你苏晴跪下来求我也不会看你一眼。张警官，这些是沉默金融诈骗、洗钱案完整的证据链，这是我们找到的关键证据。张警官，这些证据都是我提供的，我保证真实有效，而且我亲眼见过他的操作流程。作为本案的办案民警，这些证据我们会依法核查。作为证人，我们会重点保护你的人身安全，以确保你不受任何危险。发现你得通过非法手段向境外转移大量资金，已确定流向，立即冻结该账户。沉默在瑞士的账户已经被我们成功冻结，为了避免打草惊蛇，我们暂时先不通知他，你们也做好保密。明白。这个案子已经正式转移经侦部门，后续的细节他们会进一步审查。开庭的时候，法官会继续审理。至于那500万的财产分割，根据我们的证据，
100%由陈默来个人承担。好，谢谢张警官，我们先回去了。时间到了，回去吧。你们联手了？好，原来从头到尾都是你苏秦设的局。你原本就是他，你故意接近你勾引我，合起伙来给我下套。我当初真是瞎了眼，竟然会喜欢上这么个畜生。苏秦，你别得意太早，我迟早会还的。倒是你们苏家还在为那500万的债务发愁呢。银行已经下了最后的通牒，如果你再不还钱，你爸的公司就会被查封破产。而我只需要还一半，到时候照样拿着上千万的资产去瑞士过我的好日子。陈默，我们已经掌握了你所有的犯罪证据，贷款是你在婚姻出轨期间用于自己公司经营的，500万理应由你自己承担。少在这儿胡说，钱用在公司，收益夫妻共享，债务也得一起扛。苏秦，你们家穷的连相关的律师都请不起，就这样，少拿出来丢人现眼。好，再等着瞧，等开庭那天你就知道了。等开庭，我请的是 A 市最专业的刑辩律师，比你强100倍，这官司啊，我赢定。走。到时候你就知道到底谁输谁赢。陈默，你现在嚣张，不过是以为自己还握着境外账户的那根救命稻草。等开庭那天，发现自己账户被冻结，500万债务和10几年的刑期全落你头上。爸妈，我回来了。爸妈。爸妈，因为那500万的债务，银行下最后通牒了，再还不上，公司就……虽然官司最终肯定是陈默承担债务，可银行催得太紧，根本等不到开庭，这可怎么办？苏小姐，好消息！昨天有位买家看中您博悦府那套房子，已经预付了100万定金。好，这位买家出的价格比市场价高出不少，但他有个要求，需要房所的亲自过来交接。您看今天方便过来一趟吗？方便，我这就过去。哎呀，你就是倩倩吧？你可算来了。阿姨，是我，陈哥让我来接应你。这样的儿媳妇儿才配进我陈家的门。我这刚到 A 市，人是地不熟的，咱们先去租个房子安定下来，您看怎么样？哎呀，行行行，当然行。走吧，咱们呀去中介所看看。我妈安置的怎么样了？真要去租房子呢。不过我说好了，你妈这边的费用你可都得给我报销，还有我帮你洗钱的费用，官司结束之后1分都不能少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我有的是钱，还能差你的？挂了啊。阿姨，等等我。少姐，您去。买家说我就到，您稍等一下。好。哟，苏晴，你们家这是还不上贷款，沦落到要卖房的境地了。哼，这就是你陷害我儿子的报应。哟，苏晴，你们家这是还不上贷款，沦落到要卖房的境地了。哼，这就是你陷害我儿子的报应。她就是被陈默抛弃的那个黄脸婆啊，估计也是走投无路了。我跟这种傻女人可不一样，我从来不相信男人，接近陈默也只是为了把他口袋里的钱掏干净。这就是 NPD 人格，永远认识不到自己的错。当初决定离开这一家子，才是最正确的选择。
我们家的事就不劳您操心。倒是你们家那500万的债务，你们2个要替陈默还一辈子啊！你少碰了，那500万你们家至少得还一半。就算还一半，陈默还得上吗？我儿子呀，财大气粗，这点钱对他来说呀，就是毛毛雨。你看，我今天到这儿呀，就是来买大别墅住的，哪像你被银行催的呀，焦头烂额，只能卖房子了。把你们这里呀最好的房源都拿过来让我看看。好，大爷。你们就活在陈默给你编织的美梦里吧。哎，等一下，这是伯岳父101那套。是的，阿姨，不过这套已经卖出去了，而且涉及买家隐私，我们不方便透露太多。不用隐瞒了，这套房子是我卖的，售价1500万。什么？苏秦的房子怎么会值这么多钱？苏秦，你和陈默还没离婚呢，这套房子自然就是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，你卖房子的收益也得分我们一份。这套房子是我婚前爸妈全款买的，完完全全属于我的个人财产。苏秦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你们现在还没离婚，何必跟老人计算这么清楚？你说这话也未免太让人心寒了。哎呦，我造了什么孽呀？摊上这么个不孝顺的儿媳妇儿，自己生不了孩子不说，连自己朝夕相处的老公也送进监狱，让我这个老人流落街头。哎呀，我的命可真苦呀！这么热闹，阿姨，您是想找人主持公道吧？您尽管说，我直播间里10万人在线观看。哎呀，你拉什么拉呀？谁让我不好过，我跟他没完！这媳妇儿也太狠心了吧！虐待老人，有没有人报警啊？各位听我说一下，你不是不要脸面吗？那就在观众面前好好露个脸。这位撒泼打闹的便是我的婆婆刘梅，我的丈夫陈默，多次婚内出轨，甚至以我爸的名义去借贷，转移资产，去澳城赌博，证据确凿。这位怀着孕的便是他的情人啊，不过不是小3，是小4。他怎么知道我是谁？难道洗钱的事他也知道了？曾经的我天真的以为遇到了真爱，不惜远嫁，伺候公婆，操持家务，结果呢，却碰成这么一家是人血馒头。应该是猜的，他刚才说的是赌博，说明还不知道洗钱的事。我做的那么隐蔽，不会有事。这一家子什么人啊？用老丈人名义接待，洗洗睡吧。别烦了，渣男找这么多情人，留着消消乐。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，你们别听他瞎说。哎呀，不是什么不是，倚老卖老，赶紧滚吧！要我说，这媳妇儿才是真有魄力。谢谢你，见义勇为。哦，我算明白了，他就是你在外面养的野男人吧？合计着你们俩串通好了，把正义一出，让我出手是不？苏秦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不会放过你！哼！我是网红记者，专门拍新闻的。之前听说你手撕渣男，送你老公进监狱的事儿，我就关注你了。今天本想碰碰运气的，结果没想到真遇上你这极品婆婆了。原来你这是拍素材？不止那苏小姐，陆先生更是花重金买下你房子的买家。原来是陆先生。苏小姐，既然碍事的已经走了，我们继续谈谈我买房子的事。不过你没必要出这么高的价格，按照市场行情，1000万够。你多出来了500万，这单感谢你提供素材了。既然房主已经交接完了，接下来流程你帮我对接吧。好的，陆先生。那我就先走了，公司还有点事儿。你的离婚案我会持续跟进的，帮你增加曝光度。
希望苏小姐早日振作起来，彻底败走那个渣男。拜拜。从决定离婚那天起，我就准备好了迎接全新的、更强大的自己。卖掉房子后，我暂时住回了娘家，每天陪我妈逛逛街、养养花，日子平淡又踏实。拿到房款那天，我第一时间给我爸的公司转了500万。喂，爸。晴晴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说了，这笔钱不用你管。爸，这钱不是你的，也不是陈默的，是我苏晴孝敬你的。现在啊，我把房子卖了，手里资金充足，正好这500万呢，就当是我入股你们公司了，当了你们公司股东。你可得好好干啊，带我赚大钱。你呀，真是长大了。自从那之后，我爸真的把我当成了股东，开始手把手的教我看财报、评估项目、业务谈判。贵公司确实不错，期待合作。我学得很快。我发现我并不是陈默口中那个与社会脱节的家庭妇女，恰恰相反，我对数字、商业有着天生的敏感。只是这5年，我把所有的聪明才智都放在了操持家务上，揣摩丈夫的心思上。现在，我终于可以把它们都用在自己的价值上了。时间终于来到开庭这一天。苏晴，这马上要开庭了，你心里一定紧张死了吧？我有什么好紧张？无债一身情，还能摆脱陈默那个渣男？没有债，你糊弄谁呢？你们家那房子年久失修，撑死呀值个800万。照现在这房地产市场，傻子都知道。哎呀，我听说呀，你现在天天都窝在你家那破公司，怎么被贷款追的焦头烂额了吧？报应！你们家现在过得这么惨，而我儿子马上要翻盘了，我这心里啊高兴得很。翻盘？你告诉我，刑事犯罪怎么翻盘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快开庭！什么刑事案件？你说清楚啊！哼，肯定是这贱人危言耸听。哼，要不是倩倩妊娠反应严重，得留下来照顾，我今天啊非得亲自进去陪审，看看你苏晴怎么苏得一败涂地。哼！被告，原告的诉讼请求是离婚、财产分割以及债务归属，你对此有何陈述？法官，我方认为那500万用于公司经营，所得利益夫妻双方共同享有，因此债务理应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。我方有充足的证据辅助。这是陈默婚内书本消费记录，这是陈默为林婉购买奢侈品的凭证，而这是陈默在澳门赌博的流水。法官，这都是李婉起诉，我一时冲动，犯了所有男人都会犯的罪。他因生不出孩子，靠我养活了家庭主妇，他为这个家贡献了什么？而我为这个家辛苦打拼多年，承担所有开销，就因为这么没错，就要承担所有债务，这不公平！男人养家辛苦，还不能出去放松一下？有本事这女人自己出去工作。也不能这样说，是男方出轨在先。法官，既然被告不服，我还有最后一项最重要的证据，请我方证人林婉。陈默，这就是你洗钱和金融诈骗的完整证据。陈默，这就是你洗钱和金融诈骗的完整证据。林婉亲眼目睹了你转移资产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有什么好说？这种渣男还敢卖惨，死渣男真能演，还真被你骗了。终于等到这一天，这一次
我要彻底讨回公道。好了，你把主动对应成恼羞成怒想诬陷，长胜此能信。还有，就这个过程，我随手就能造1部分。被告安静。不相信证据，那就该相信警察吧。这个是经侦部门对你涉嫌洗钱和金融诈骗的立案通知书。哎呦，我的天，原来是个顶级渣男！法官大人，被告婚内出轨，挥霍夫妻共同财产，利用其父亲担保骗贷，企图将资产转移至海外，对原告及其家庭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攻击与精神伤害。根据婚姻法，过错方在离婚时应不分或少分财产，其个人非法债务不应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。我方请求判决离婚，被告其名下的所有个人非法债务由个人承担，净身出户。被告，对于原告方提出的证据以及诉讼请求，你还有什么异议？苏秦，原来这一切都是你计划好的，你可真能装啊！陈默，比起你骗我是个天衣，我的伪装不仅得1%，也在做我为你挣扎。你的挣扎在铁证面前都是徒劳。我同意，我同意。法官大人，我同意所有债都由我一个人承担。我净身出户。全体起立。本庭宣布，原告苏晴，被告陈默正式离婚。5年的婚姻，5年的纠缠，爱过，恨过，算计过，最后就在这一声法锤里画上了句号。苏小姐，您今天真是太帅了！这个素材我可以发到网上了，我就知道你今天一定可以维权成功的。发吧，让所有人都知道，女人不是软柿子，男人的所有善变和欺骗，都将会让他们自食恶果。倩倩，你再忍忍，等到了境外，我呀给你找最好的专家，雇最好的保姆，到时候呀你就能舒服些了。哎，庭审结束了，我儿子呀一定赢了，我得先下去看看。哟，苏晴啊，这么快就出来了，怎么样？你们家公司是不是要准备复产流程了呀？哎呀，我这儿子呀，马上就要带我去国外，到时候呀，有花不完的钱。那希望到时候你们可别穷的连地方住都没有，来抢我的房子。法约上可写的明明白白的，这套房子完全属于……切，你那破房子我才不稀罕，白送我都不要。哼，倒是你一个如热风的弃妇，连工作都没有，你们家那房子呀，说不定还要被法院封了，还债。你是不是搞错了？那个房子已经被我买下来了，欠500万，长官。倒是你们那个老宅，因为要等债，已经被法院查封，下来强制贷。什么？我们家那套房子是被银行封了，但是等我儿子出来还清了债务就解封了。现在是民主社会，法院凭什么拍卖我的私人财产？哼，你骗人也得有点技术含量吧？哼。哦，我想起来，你就是苏秦养的那个小白脸吧？哼，还1500万呢！你呀，一看就是被包养的货色，哪来那么多钱？哼，可惜呀，你这个金主也没钱。你说这些谁信你？是可是法院门口，说话注稳。再糟糕，我不介意把你送进去，跟你儿子一起坐。哼，进监狱你吓唬谁呢？我儿子已经胜诉，马上就出来。
胜诉？谁告诉你你儿子胜诉了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字面意思，胜诉的不是你儿子，胜诉的是苏秦。什么？不可能！你们一定是在造谣！我这就去问我儿子。问他儿子。陈某被判了15年，一下法庭就要被逮捕，想出去都难。等一切都真相大白，刘梅的出国梦被他儿子亲手打碎，到时候那场面一定很精彩。走吧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当然是送你的宝贝儿子进监狱啊！什么？就是个普通的离婚案子，又不是刑事案件，进什么监狱？你少吓唬我！不信，那你就亲自打电话给你儿子问问庭审结果。喂，喂，张律师，陈默怎么样？宣判结果是什么？阿姨，要不让陈先生亲自跟您说吧。好。妈，离婚官司我赢了，那500万的债务我和苏青共同承担。太好了，儿子，那咱们家以后是不是就可以飞黄腾达了？我就说苏秦那个贱人，既和你非胡说八道，说他赢了。哼，现在呀，苏秦他们家呀正面临着财务危机，呸，活该，谁让他算计你？现在呀，他离开了你，那就彻底完蛋了。啊，是，妈，行政拘留暂时还没结束，暂时出不去。啊，你在那儿照顾自己。好，妈呀，就等着你带我到国外去过好日子。我看你妈挺高兴的，你应该胜诉了吧？哦。那既然顺利离婚了，这笔黑钱也安全了，可以动了。那去国外的钱，还有我那50%的利润，以及这些天我照顾你妈的花销，该给我结了吧？我行政拘留还没结束，暂时出不去。你现在照顾我妈有钱让我出去再说，肯定给你的。有立着，先挂了。哎，你这笔钱也安全了。陈默却拖着不给钱，这里面肯定有猫腻。陈默，你是想私吞这笔钱吧？这是你逼我的。等你拘留期满了，这笔钱如果还没到我这上，那我就只能血父留子。还有你这老拖油瓶，休想在我这讨一口饭吃！阿姨，倩倩啊，你身体怎么样呀？没事了，我快上车。哎，好。苏秦，你真狠，往死里整我！沉默。我还没说，只要林婉认下这一剑，只要说的全是他设的局吓唬于我就能翻供。法官，我要翻供，我要见律师。来人！喂，别晚是吧？陈默让我带一句话：二审开庭，你把设局害他，就做他洗钱的罪名全认下来，不然你给人当小三儿、怀过孕的那些破事儿，我就全捅给你爸妈。你家那老家伙把脸面看得比命还重吧？他们知道了会怎么收拾你，你心里有数。就算你不认洗钱的事儿，你从头到尾却知情不报，本来就是罪。再加上陈默咬死是你指使的，你洗得清？你要是主动认，起码不用落得众叛亲离的下场。这里的数据再核对一下，还有这个预测模型。好，我看一下。
爸，我接个电话。去吧。苏小姐，有个紧急情况。您说。陈默要翻供上诉2审。翻供？他想否认什么？他把所有事都推给了林婉，说是他唆使操作洗钱和转移资产，伪造他签名签假合同，还说林婉为了侵占财产，故意设局拷贝证据陷害他。他以为法官会信他的鬼话？证据链完整，他翻不了案，但他想把水搅浑，拉林婉下水，给自己争取警刑。那林婉怎么样？情绪很激动，一直在哭，据说还接到了威胁电话，但当时情况太突然，他没有录音。王律师，林婉把所有的希望都压在扳倒陈默上面，可没想到陈默却反咬他一口。王律师，我想见见林婉。我来安排。苏小姐，我就不进去了，在这儿等你。苏姐，别哭了，哭没有任何用的。他怎么能这么对我？我为他做了那么多，把一切都给了他，他怎么能反咬我一口呢？因为他就是这样的人，自私冷漠，不择手段，能为了钱背叛我，也能为了脱罪牺牲你。林婉，你还没看清楚他是什么人吗？看清了，早就看清了。那你想不想让他付出更沉重的代价？想，我恨他，宁愿不要名声，也要让他付出比我惨痛千百倍的代价。好，那按我说的做。这样能行吗？行不行也要试一试，这是你唯一能翻身的机会了。你想背负从犯的罪名，还是将他彻底踩在脚下，永世不得翻身？我知道这很疯狂，但对付这样的疯子，只能用更疯的手段。我考虑一下。好。苏小姐，林婉她真的会配合吗？她会。如果一个女人决定翻身，那世间所有的条件和限制都将成为摆设。哎呀，这都过拘留期这么久了，陈默怎么还没回来呀？这张律师的电话也打不通，就好像故意躲着咱们似的。这会不会是派出所那边出了什么事儿啊？装什么装？前2天还去探望，跟陈默有说有笑，今天就说联系不上。我看是你们一家子串通好了，想赖账。既然你们不仁不义，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。阿姨，您别着急，要不下午我开车带您去派出所问问。哎，好，还是倩倩懂事。倩倩，这不是派出所吗？怎么来陈默公司了？我倒想问问你这个死塌老太婆什么意思啊？跟你儿子合起伙来玩我呢？吃我的住我的，一毛不拔。哎，你当我这里是开慈善机构的？哎呦，倩倩，你想要钱是吧？我儿子呀，一定会给你的。给？我查过了，他的拘留期早过了，他就是料定我身份敏感不敢进去，所以躲在这派出所里面想赖账是不是？早过了，他跟我可不是这么说的呀。我可不管他是怎么说的，但现在你才是我最大的仇。钱董事长和妈妈在这儿，你们这些小样状的有着落了！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倩倩，倩倩，你听我说呀！倩倩，倩倩，哼，宋倩，你敢这么对我，我一定要让我儿子好好的教训教训你！你们想干什么呀你？少废话！你是欠我们3个月工资，什么时候还？先去找苏琪呀，都是他害我儿子进监狱的。
又不知道公司标垮，都是半家做事。我都被拖欠1年工资了，房贷还不起，老婆要跟我离婚，已经走投无路了。你要是不还钱，就别想走。还钱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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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想干什么？你什么人？你什么声音？别人！我的腿！你救命啊！我的腿！哎呦！你这是蛇蝎心肠的女人，竟敢连未来的婆婆都敢残害！现在我腿骨折了，你不能好死！婆婆，我跟陈默不过是合作关系，一起拿钱罢了，我可不会念及什么婆媳之情。现在你作为她的直系亲属病危了，我终于能有办法联系到她。哼，看，这个办法果然管用。让你爸妈怎么办？警察说他都骨折了。我不过是用它当诱饵钓你出来罢了。你快给他治，老年人经不起折腾。想让我交手术费，那就把欠我的钱全打过来。没有钱，我可没有照顾他的义务。你妈就等着终身残疾吧。闹了半天，还是晴晴最好啊！儿子，你快点把钱给这个女人，跟这个女人撇清关系，否则啊，你妈的老命今天就要交代在这儿了。我现在还给不出钱。因为瑞士的账户已经被查封了，彻底冻结。什么？警察早就发现境内外洗钱的事儿，已经开始进入调查了。要不是你一直用境内外双重身份打掩护，你早被抓了。你怎么不早说啊？和你一样，我也只是把咱们当做合作关系。既然能多利用一会儿，何乐而不为呢？送钱，要是我妈有个3长2短，我就把你洗钱的事全抖出去，到时候就跟我一块儿抖去。我给他治病，你别把我抖出去。快去！我去给你交钱，你好好在这治病，所有费用我出。看来呀，我儿子呀，还是把钱给他了，真是便宜了这毒妇。哼！对了，听说呀，明天市中级人民法院要公开审理一件案子，听说是涉嫌重大财产非法转移。虽然目前案子还在保密阶段，但我总感觉这件事跟陈默有关了。啊，不会，怎么会跟他有关？要真的是他，就洗钱这一项罪名，就涉及到重大刑事呀，一定是巧合。对，一定是巧合。苏小姐，陆大记者又来了，你这追热度的劲头比狗仔还惊人。那可，陈默诈骗案的涉案金额巨大，全网关注，公开审。我可是千万粉丝媒体特邀记者，一定要让陈默这个金融罪犯在互联网上好好出问。被告陈默，请做最后陈词。王八蛋，不要翻供！其实这桩洗钱案背后另有隐情，我的秘书例外，利用职务之便，捏造签字的假合同，都进行洗钱操作。我承认，平时我疏于管理公司，也是为了这个家呀，为了给他更好的生活。我真的没想到，你们会趁小我侵占我所有的财产，逼我和他在一起。判你之前，我看那些陌生的证据，我完全懵了。我稀里糊涂就被判，让我受公器领境，翻案，这将张11事件最大的冤案。这也太惨了，啥时候被算计了？必须翻案，法律一定会维护正义的。陈默，你的表演最后可以拿奥斯卡小金人了，可惜，就算你绞尽脑汁，也永远不是我的对手。这是你的银行卡流水，这是你的私人章签署的假合同，这是你和奥城女嫌疑人的通话记录。这些证据好像不是外来人员伪造的。这些都是林婉在陈先生不知情时干的，他没用过那张卡，签名和通话都能伪造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请本案最重要的证人上场。林婉，你会认罪的。懦弱胆小的性格就是你最大的软肋。陈默，你以为拿我爸妈就能威胁我？爸，
妈，有件事儿我得跟你们坦白，我对不起你们。证人林婉，被告陈默称，公司的所有非法交易都是在他不知情时你独自操作，你认罪吗？我认罪。这个林婉真不是个东西。陈默完全是受害者，之前的离婚案是不是有误判？证人，你确定吗？做伪证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我确定，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一个人做的。公司的合同是我伪造，钱是我转走，瑞士的银行账户也是我趁他不注意的时候用他的身份信息开的。看来那通威胁电话真把林婉吓破胆，他居然真的把所有罪名都扛下。苏晴，你不再天衣无缝的举又怎样？最后还不是输在人性上。等洗钱案我脱了罪，之前离婚案的证据就全部存疑，到时候我申请上诉，一定能把那500万账务撇清。陈默想让你背黑锅，把脏水都泼你身上，那我们就将计就计，先认下罪名，然后再以一个为爱者痴狂的身份，把他那些更龌龊、更肮脏、更上不得台面的事情全部抖出来。但是我做这些事情都不是为了自己，我是为了他，为了陈默。我爱你，发了疯的爱你。他说他老婆是个黄脸婆，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废物，我就想跟他离婚了，只是放不下他们家的钱。这件事情和老汉完全不一样，所以他让我帮他把钱转走。他跟我说，你把掏空公司，宣布破产，再把债都推到他老婆头上，这样可以一分不花的离婚，到时候带着你和剩下所有的钱去国外过好日子。他跟我说他爱我，说要娶我，让我做风风光光的陈太太。我信，我全都信，所以我才帮他做这些丧尽天良的事情。前途尽毁，我还给他怀了一个孩子，他一切都给了他。他呢，他是怎么对我的？把我当成用完就丢的工具，逼着我打掉孩子，现在还把这一切都诬陷在我身上。知道了。陈默，你看着，你敢用你妈的生命起誓，刚刚那些话你没说过，你敢说你没碰过，你敢说我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吗？陈默，你想过林婉会反驳，但你没想过她会用这种自杀式的方式与你同归于尽。一个女人如果连自己的名誉和前途都不要，就是无敌的。林婉在道义上、舆论上已经彻底判你死刑了。哎呦，我的天，原来是个顶级渣男！这种渣男还敢卖惨，死渣男真能演，还真被你骗了。陈默，你精心塑造的受害者形象已经被彻底毁了。你现在不仅是个金融罪犯，还是玩弄感情、始乱终弃、坑害妻儿的世纪渣男。这一次，你彻底完。安静，安静！证人，请先回到座位上，平复一下你的情绪。有什么问题，法庭会替你解决的。赶快想办法。被告陈默，对于证人的证词，你还有什么异议？法官，刚才证人的证词过于情绪化，不排除证人存在精神方面的问题，他的陈述有待核实。对啊，这一个风雨的话你能信？我陈默向来洁身自好，如果你们再造谣，就告你们诽谤。造谣？那我手里这些视频也是造谣的。这是我之前的直播录屏，你自己好好看看，这画面里的这个女人跟你是谁？妈，这位怀着孕的便是他的情人，不过不是小三，是小四。视频中这位小四就是继承人在澳洲洗钱的女人。这视频是假的，你胡说！需通过正规鉴定才能作数。宋茜已经连夜出国了，他们找不到她，没人能证明是我洗的钱，不会有事的。那切切实实的人证呢？总该能证明了吧？人证，你知道什么？就全说了吧。我认罪，我就是陈默洗钱的帮凶。
他怀了他的孩子，可他呢，1分钱没给我，我就是他用来就扔的垃圾。法官大人，我全都认罪，我1分赃款都没拿，能不能对我从轻处理啊？你血口喷人！你先回到座位上坐下。陈默，你又来，当初不认我，现在不认他，1个2个你可以不认，那7、8、9、10个呢？你总抵赖不掉我。你什么意思？姐妹们，你站出来吧！我入职他公司，他拿我把身份潜规则我。我怀了他的孩子，他逼我打掉。交往3个月，我才知道我是小三。陈默，没想到你还是个时间管理大师啊！这种满口谎言的渣男，祸害这么多女生，必须判刑！案情，案情，案情，案情！肃静！全体起立！最终宣判，被告陈默因犯金融诈骗罪、洗钱罪、绑架勒索罪，数罪并罚，判处有期徒刑20年，剥夺政治权利5年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。退庭。20年，比王律师估计的还要多5年。没有想象中的兴奋，没有大仇得报的快感，心里很平静，仿佛看了一场很长很长的电影。屏幕上打出剧终2个字，灯光亮了，我从别人的故事里走出来，回到了自己的生活。苏小姐，可以走了。宁姐，不会紧张。陈默，这个在我生命里演了5年男主角的人，终于彻底退场了。林婉判了3年，法院念他重大立功，主动认罪，以从犯的身份从轻处置。他为自己的愚蠢和贪婪付出了代价，但相比陈默，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。3年后，他才27岁，人生还可以重来。而陈默，等他出来，已经快60了。这场战争终究还是我赢了。这儿子怎么回事呀？这么久了，一点消息都没有。怕不是苏秦家被吞了财产，想办法报复吧？张律师，喂，张律师，是不是我儿子他？阿姨啊，陈先生的洗钱案结果出来了，他现在不能够外界通讯，让我代为转告。洗钱案？什么洗钱案呀？就是昨天公开审理的那个案子，陈先生大额洗钱的事早就被警察查清了，现在被判入狱，刑期20年。你们的老宅也被法院强制拍卖了，用来还那500万以上的债务。什么？处理完所有事情，我给自己放了一个长假，踏上了旅游的征途。没有了婚姻的束缚，国家的要挟，那些深入骨髓的算计和怨恨，好像真的随着这趟旅程一点一点烟消云散了。苏小姐，千万粉丝的大记者亲自来接我这个小公主。你现在可不是小公主了。8年前在法庭上保护林老的保护知识发到网上，引起了一大片讨论。现在无数女生都把你当做玩，嘿，真外人。你这么一直在帮我，是不是喜欢我呀？这是我的工作，我就是喜欢记录像像这样闪闪发光的女生。我知道你不再对男人抱有幻想，所以我不会疼，只希望能给我一个陪在你身边的机会。走吧，假期结束了，生活也该步入正轨。喂，亲戚，我能见见你吗？原来是我有眼无珠，曾经我最看不起的家庭主妇，现在摇身一变成了公司副总裁。秦姐，啊不，苏总，我知道是陈默对不起你，他做的那些事活该有这下场。我今天来不是想替他求情，而是想请你帮忙。
帮忙？那套老房子，法院说陈默的那份要拍卖，可我现在哪里有钱能买下它？那可是我做了一辈子的地方，要是没了，我真的就没地方去了呀。所以呢？所以我想请你帮忙，我求求你，你能不能先买下那份产权？我知道你有钱，你买下它，我给你打欠条，以后做牛做马，我慢慢还你。我求求你，你就帮帮我吧，我已经走投无路了。你就看在我曾经还算疼你的份上。疼我？你所谓的疼，是在我备孕失败时指着鼻子骂我是不下蛋的鸡。是你儿子出轨，我寻求公道，你说我给陈家丢脸，是你儿子想拖我全家下水，还想用我爸的公司抵债，是你维护你儿子，用最恶毒的语言往我身上捅刀子。你之所以有今天，都是因为你亲手把儿子宠成了巨婴，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。就算你流落街头睡大街，也跟我没有任何。如果当初我备孕时也能对我多一点关心，而不是恶语相向。如果当初陈默出轨，我寻求公道时，你没有一味的偏袒儿子。可惜啊，没有如果。晴晴，对不起，是我错了。明明你才是那个最善良、最孝顺的儿媳，而我却把最恶毒的一面全部给了你。报应啊！今天我将股份和合金业务全部转交给我的女儿，正式移交董事长权益。等一下，苏总，听说你女儿当了5年家庭主妇，突然将这么大公司交给她，能靠谱吗？我们可是真金白银投入了钱。就是5年没工作了，听说她前夫都嫌弃她啥也不会。这就是我做的发展策略。家庭主妇也可以拥有自己的事业。保安确实做得不错，下功夫了。师傅，楼下有人找你，他没有预约，他叫林婉。让他进来吧。好。苏姐，过来坐。苏姐，我今天来是想把这个给你。这是什么？那10万块钱，那次庭审前，我跟父母坦白了一切，把钱留给他们，断了关系。出来之后，我找了份工作，省吃俭用攒了1年，每个月往里存点。我知道这离10万还差很多，但是我会每个月还，直到还清为止的。林婉，这是你应得的。不，我帮你不是因为钱，我想给自己讨个公道。苏姐，如果不是你的话，我恐怕早就已经被陈默害死了。是你给了我重新开始的机会，这份恩情我还不清，但钱我一定要还。林婉，我第一次在你身上看到骨气这种东西。对了，听说陈默现在在监狱过得很不好，老了很多，头发也白了，精神也不大好，经常自言自语，说有人要害他，监狱里的人也都欺负他。前段时间还在监狱里闹自杀。像陈默那样姿势甚高的人，从云间跌落泥里，失去所有尊严和自由，不疯才怪。哦，对了，他妈妈跟我说让我把这个给你，这是他捡了4年废品攒钱买的。他说你当时结婚的时候他1分钱没出，这是陈家欠你的。告诉他我不需要。苏姐，谢谢你，我该走了，你一定要幸福。
林婉就像当年从婚姻里醒过来的我，她应该也明白了，女人这一生可以靠父母，靠丈夫，也可以靠朋友，但最后能让你站稳脚跟的只有你自己。只有当自己足够强大，才能掌握自己的人生。